你带我去哪儿？大帅要见你，很急的，跟我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事情紧急，只能出此下策。狗子，到门口看着点。哦，来，请坐。大帅找我这么急，什么事儿？你先看看这个。华北自治政府成立宣言。他们把我从北平骗到上海，就是逼着我签这个文件。明天就是最后一天，如果我签了，我就是成了你说的秦桧。可是我不签呢，张作霖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大帅既然把我找来，不妨把心里话直接跟我说说。我不想当汉奸，卖国贼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老子统兵打仗几十年，兵败下野也是时运不济，在家闭门谢客这么多年，谁知日本人找上门来了。难怪我见你这么郁闷。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一个小小的华北日军参谋，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土肥原是什么东西？说起话来把老子当孙子似的，当傀儡的日子不好过呀！背个汉奸的骂名，连子孙后代都遭殃，老子坚决不干。可是你若不答应他们，你是离不开这儿的。所以我为这事儿急呀。白天看见你，就像看到了救星，你起码可以为我将来的处境做个证啊，让国人知道我的情形。老蒋那边，我也有个交代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今天把我找来，就变成你签不签这个字都跟我有关系了，对吧？不错，清水下午来过，我跟他说过，我必须和你见一面。难怪我今天这么轻易的就见到大帅，门口都没有人把守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的心思我懂，你是又怕当汉奸，又怕丢了性命，于是把我找来。这样即使你明天签了字，也可以把责任往我身上推，也就是说，是重庆受益的，对吧？唉，这命运啊，有时候就是很无奈。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条路行不通，又想当汉奸，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当汉奸就是当汉奸，无论你怎么掩饰都没有用。汪精卫怎么样？美其名曰和平救国，还不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吗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你既不当汉奸，又能保住性命，你愿意吗？我好。这份宣言，我觉得你可以签，签了不就当汉奸了吗？但是要有条件。第一，既然是华北自治政府，必须让日军撤出。第二，华北自治政府不是伪满洲国，不能让日本人来操控。第三，自组军队，保境安民。第四，别第四了，他们一条都不能答应。第四，既然是华北自治政府，那就是华北的事情。你谈判的对象不是土肥原特务机关，而应该是华北日军司令部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回到北平，而不是在上海跟他们谈判。你的价码开得太高了，他们不可能接受。开价总比不开价好。你要让他们觉得你有的谈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字：拖。回到你的老窝北平，这样你就不被动了。你这个主意好是好，可是土肥原能放我回去吗？你需要一个挡箭牌，这个挡箭牌就是华北日军司令部。他们白天的情景你也看到了，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，他们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。
他们可以利用你，你为什么不能利用他们呢？有道理。哎，大水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日本兵！不可能啊！清水答应过我的。日本人最不可信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，我必须马上离开。不行，他们已经到了院子里，你怎么走得掉？没事儿，这路我熟，我带林姐姐从这边绕过去，穿过花园就到了。小狗子要小心。凌小姐，今夜一物，茅塞顿开，谢谢了。吴大帅，你不用谢我，我只是希望你保住做一个中国人的最底线。快走。走。哦，好险，差点被他们发现了。不能在这儿待着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是我偷的东西，跟他没关系。小狗子，既然你不想做我的客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请等一下。将军，你就是凌烟？有人向我谈起过你，果然很有气质。见过吴大帅啦？将军在问你话，怎么不回答？哈哈哈，我准备了一壶上好的日本清酒，正好，请你跟吴大帅共饮，请吧。連れて行け。我们走。别怕，有姐姐在呢。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你是个男子汉。站住！你可以进去，他要留下。姐姐，你留在这儿，等着姐姐还有大帅出来，好吗？林小姐，请吧。我已经转移了，看来这里不安全，咱得换个地方。现在不能换，这儿是上海最紧要的联络地点，如果其他的同志通知不到的话，他们就更危险了。再说，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。老爸，你还是小心点吧，这帮狗头是汉奸，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应付。都坐下吧。好，为中日亲善、大东亚共荣，干杯！
怎么？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身份是重庆代表，这酒我不敢喝。更何况，那边还有台照相机一直对着我。来吧，我们为将军的健康干一杯。嗯。想不到林小姐如此聪明，4两拨千斤呐！没办法，我吃过这方面的亏，不得不防。你们日本人也不是个个都光明磊落。将军是个军人，应该最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吧？是芥川龙之介讲吧？哈哈哈哈，你的话可不太友好啊。友好不友好，这取决于双方的态度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你们二位，身为日本人，中文却说得这么好。我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了20年，天津我也住过很久。那我们就为将军的中国话再干一杯。先别忙着喝酒，我想送你们一份礼物，你们一定喜欢。林小姐，打开看看吧。我平生最恨偷盗，那是国民素质低下的表现。这个小孩公然说自己偷东西，大帅的身边有个盗贼，岂不危险？我替大帅除去此贼，你就可高枕无忧了。怎么样？我这个礼物贵不贵重？你们喜欢不喜欢？他还是个孩子。怎么？你不喜欢将军的礼物？你们真是太过分了，畜生！凡是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的人，都只有死路一条。把它埋到花园里，还可以给月季花当肥料。はい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该谈正事了。清水さん、宇田氏がリアに会いました。何をそう言ってる。俺が会うように仕向けたんだ。これは、俺の策略だ。しかし、豊原将軍と川島よし子が、彼らを小さい洋風ビルの中に連れてきました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お前何言ってんだよ。豊原将軍と川島があ？清水さん、知らないですか？バカだ！あの女この計画をぶっ壊そうとしてんだよ！行くぞ！はい！怎么了，二位？刚才还配合得很默契，现在怎么像失了魂儿一样啊？将军在问你们话，怎么不回答？
你想让我回答什么？你半夜3更到吴大帅的屋里，你们在谈什么？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他房间。你说你没去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有什么可跟他商量的？那个小孩儿不是把你带去了吗？那个孩子是我半夜睡不着觉，在花园里碰到的。你们不说他是盗贼吗？如果他是个盗贼的话，他凭什么带我去吴大帅的房间？你说说看。就是啊，她一个女人，晚上到我房间干嘛？你们分明就是在撒谎。那也比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强。哈，先不说这个，先说那份宣言。大帅，你究竟是签还是不签呢？報告、受刑の電波至急。わかった。おい。将軍はウダシャと面会だと聞いてる。俺もあるぞ。待て。今会議中だ。誰も入れない。私は高校民軍司令部の代表だ。ユイスの資格を表すだろ。待て、報告する。这份宣言我看了好几天，我同意签署。哎，这就对啦。来，为中日亲善，为我们的长久合作，干杯！先别忙着干杯，我有条件。条件？这份宣言全是你们日本的利益，一旦公布，毕竟全国哗然。我吴某人虽是过气的军阀，但也不想重蹈袁世凯签署21条的覆辙，空落一个卖国贼的骂名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有你们的利益，我有我的利益，这就是生意，不能光你们赢，我赔呀。大帅的话也有道理，不妨把条件说出来听听。どうぞ、これは電報です。清水軍曹が面会に来ました。彼らの話を聞くと取る。じゃない方で出せ。彼は韓国方面軍司令部の代表と言っています。たとえ好き山大将、やこんから死にらん。はい。哈哈哈哈！大帅，我们接着谈。清水軍曹、帰っていい。どういう意味だ？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、将軍はただいま会議中です。お前ちゃんと言ったのかよ。私が対応してる中国方面軍の。各国方面はともかく、たとえドアヘンの離婚が来ても同じです。だから、韓国方面軍無視しやがって。杉山司令官に報告だ。陸軍大臣に報告しても同じ結果です。よし。なら待っとけ。言うだ。はい。
日本人，我住那所医院，怎么会走漏消息呢？七哥，你怀疑咱们这里有内奸？你怀疑谁？你告诉我。狐狸尾巴总是藏不住的，别着急。この中には陰謀が隠されてる。バカだな、俺は。歌者を上海に連れて、罠にはまってしまった。先ほど、これは策だ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したが、一体どうなんですか？川島は俺の桜を利用したんだ。わかるか？この飯はもともと俺が食うはずだったが、食おうとしたら別のおやつが奪いやがった。問題なのは、彼らが一体、どんな会議をしているかです。お前はここは徹底的にやっとけ。俺は杉山将軍に報告に行く。はい。哎，请问看到林小姐了吗？行くぞ。はい。哼！你们都在院子里大声喊，找不到林小姐，我们全都要掉脑袋，知道了吗？嗨，快点儿！关于这份宣言，我想我们应该签个协议。至于协议的内容呢，我暂时还没有想好。你容我点时间，等我想好了以后再给你们答复。你就不要再耍什么滑头了。我们现在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你们连一个小孩子都说杀就杀，还有必要耍什么滑头？啊，你需要多长时间？这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我得和我过去的门生部下还有顾问们商量商量。可惜呀，他们都在北平，有他们在，最多1个星期，我就能答复你们。你想让我们送你去北平？1个星期，我要是得不到你的答复怎么办？北平也在你们的控制下，如果拿不出来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明天我就派人送大帅回北平。如果1个星期之后看不到你的答复，一言为定，干！慢，将军，我们应该让大帅留在上海，我们派人去北平，把他的顾问接来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北平、上海现在不都是你们的天下吗？这会儿反倒不自信，难免让我们中国人看笑话。我的部下门生遍布四处，要是你们去请，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招齐。再说这事儿弄得满城风雨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好了，这事儿就不说了。大帅同意签署这个宣言，就是一大进步。
好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吴某人感激不尽，先干为敬。ゴーヤンベイが林野と面会に。わかった。ゴーヤンベイは林野を探しています。吴大帅，你今天可以回北平了。林小姐，你也可以回去了。林妍姐，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？我没见到你，急死了。急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老板，猴子，有消息了吗？3号线刚刚传入消息，林烟没事。那就好。土肥原杀害了吴大帅身边的随从，他们在屋里整整谈了一夜。今天一大早，吴大帅被送回了北平，是林烟的机智，让吴大帅脱离难关。只要吴大帅到了北平，日本人多少就拿他没办法。这个吴大帅还是有点民族气节啊。可是3号线担心林烟的情绪会受些影响。不会的，我们要坚信林烟。我看吴大帅这是缓兵之计，分明跟那个林烟有关系。他的生死在我们手里，我不怕等他1个星期。可是，你看看吧。又是重庆军统的电报。他们已经知道了林烟在你手里，所以开列了一个暗杀名单。齐谢元、卢小安、王克敏这些所谓的大汉奸都在名单上。你只要一动林烟，他们就会杀这些人报复。哼，我看他们是急红眼了。可是这个林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我看他不像军统，倒有点像共产党。不，军统是绝对不会这样保护一个共产党的。你觉得有可能把他拉下水吗？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而且之前有过抗日的言行，我担心搞不好会砸在手里。不要相信这些言行。汪精卫喊抗日，口号更高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，他可以出面。谁？林少群，上海特工总部的首脑，他一定有办法。莲姐，你为什么每叠一张纸鹤就在上面写一个数字呢？我刚来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，这个院子里埋了100个人，我是那101个。怎么都没想到，小狗子在我之前走。我叠的这每一只纸鹤，都代表着埋在这里的每一个人。我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安息。你多折了一张，一共101个人，你折了102个。那是给我自己折的。丽妍姐，我们肯定能出去，你别太悲观了。我也希望是这样，但希望不是现实。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宁为祖国战斗死，不做民族未亡人。哪儿有了？
居居，放开我！我问你，昨晚在冲关塔，你们都谈了些什么？聞いていたからこれない我问你话，你没听见吗？麻烦你把地下的东西给我捡起来。什么？给我捡起来！你不要命了吗？中国有一句话，叫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。我不怕死，你还用什么生死来威胁我呢？请你开枪！开枪！吴大帅今天已经回北平了。你骗我！那边的守卫说，他准备没出门。那是崇光堂的守卫，不是你华北方面军的守卫。还有什么？他答应签署宣言，但是要回去跟自己的人商量一下。总之一句话，这件事情上，你晚了一步。原来真的有阴谋。吴大帅要见你，本来就我同意呢。这就像是狗抢食，你抛出去一块肉，你自己不去吃，别人把它吃了，你怪不得别的狗。你在骂我呀？中国有一句话，叫做“弱肉强食”。不过呢，不过什么？他现在回到了北平，总比在上海强。北平，那是你们华北方面军的势力范围之内。你是在提醒我呀？所谓先下手为强吧。芳子小姐，芳子小姐，出事儿了！清水要杀林小姐，
他追问他大帅的下落。早く！清水他人呢？你来晚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儿了？去北平了。是你告诉他吴大帅回北平了？我知道你们在争什么，你们都想让自己迫使吴大帅去签约，成立华北自治政府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回国邀功要奖赏。但是你们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你来了说要杀我，他来了也要说杀我，说了要杀，不说也要杀。我早活够了，你想杀我吗？我随时恭候。既然清水说要杀你，他怎么没杀呀？他现在顾不上我，去追吴大帅了。我看这件事情还是你们输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特务机关觉得自己势力大，再大还大得过军方吗？我要是你，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。跟我耗着没用，吴大帅早过江苏了，一过江苏就到了华北军的势力范围之内，你们可就鞭长莫及了。哼，那也未必。我们的账还没算完，等我回来一笔一笔跟你算。一块。林姐，是你叫川岛芳子来的吗？没有，我刚下楼就看他带人过来，我就躲到一边了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睡得不好，老是做噩梦，醒来看你不见，我就到处找你。真是辛苦你了。川岛芳子走了吗？走了。哎，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？人的贪欲啊，有的时候真是无止境。从黄姑屯事件到伪满洲国成立，一个满清格格，却为日本人做牛做马、助纣为虐，却又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收手。林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听得懂，你是装作听不懂。你心里比我清楚多了。他的末日快到了。林姐，我觉得七哥是用枪杀人，你是用脑子和嘴杀人。川岛芳子在苏州与清水发生了冲突，导致清水受伤。东京闻讯后十分震怒，将川岛芳子送回了日本。土肥原于1939年调入日本关东军，臭名昭著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就此结束了。不愿你看见，幸福一千年，我才发现，你却早已疲倦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
所有努力，从来我有改变这心情还爱，如此的做爱，为了爱他，我们会不会在生活有你在怀里，如此的苍白，为何要离开我？不愿爱情。